爸爸，经济衰退是不是一定会来呢？美国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的 GDP 虽然是恢复了正的增长，从第一和第二季度的负增长跑出来了，但是我们觉得呢，美联储最近不断的加息，再加上强美元、俄乌战争和对中国的关系现在是非常紧张，我们预计未来很有可能再一次进入经济衰退，而这个经济的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堪比上一个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甚至是上一世纪的20年代的大萧条。那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不投资呢？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很多人的财富都会消失，无论是股市、楼市或者债券都会崩盘，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准备。那经济衰退呢，也千万不要消极的去不投资。当然，我们承认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股票市场会整体的下跌，债券和楼市都有可能下跌，但是著名人士、投资者戴维斯他说，熊市是股票投资赚钱的最好的时候。当然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非常恐惧啦，不敢去投资啦，但正这是一个最好的投资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戴维斯，但可能有听过戴维斯双杀双击。这个戴维斯其实在他40几年的投资生涯里面，他从问丈人借来了5万块起步，到最后他是有9个亿的美金，他的投资的回报比美股神巴菲特，甚至要比股神巴菲特还要厉害。今天特意为大家做了一点功课，分享一下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不要投资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要投资什么。首先我们来了解认识一下经济衰退。那要认识经济衰退，必须要知道经济是有周期的，而这个周期可以分成4个阶段。比如说2-3年前经济是非常的好，这是一个扩张的年代，但是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有钱了，多余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引起了消费指数的上涨，也就是我们说的通胀，也引起了资产的泡沫，楼价涨了，股票涨了，谁都很开心。但是通胀高了之后，美联储就开始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这个紧缩货币政策又会使到经济放缓，所以在扩张之后就是放缓的阶段。而今年发生的俄乌战争使到通胀更高，这时候美联储加快了升息和缩表的步伐，也使到美元非常的强劲。欧洲因为有能源的危机，去工业化，使到欧洲的未来经济是一定不会好。在亚洲台海紧张的局势，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再加上中国清零政策，也使到中国经济放缓。当全世界经济都放缓的时候，互相影响，再加上美联储还要加息缩表，我们未来可能就再一次走进衰退。在经济衰退这个阶段里面，企业的盈利会下降，生意难做，企业也会减少招聘，甚至是裁员。有工作的可能年底的花红少了，甚至是没有了，而裁员会使到更多的人失业，没有工作，这些都会影响消费者消费的意欲，使到企业生意是更难做，需要减价促销，这也会减少企业的意欲去投资或者扩张。所以无论是企业层面或者是个人消费层面，都会使到这个经济更加的衰退，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downward spiral 引发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政府在这个时候不出手救市场的话，这个经济会越来越糟糕。就像上一个世纪1929年发生的经济萧条，当时的美国总统 Hoover 相信自由经济，市场自动会调节，但是最后演变成为大萧条，许多人到最后还要自杀，企业
倒闭，银行也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之后每一次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和央行都会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救市。就像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美国开始了量化宽松 QE， 到了2020年的时候，因为新冠疫情，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衰退。这个时候不光是政府派发很多的救济金，美联储和全世界的央行也开展了量化宽松 2.0， 大量的把钱打到市场里面，避免了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一个经济衰退。但是当时印了的钱到现在要还了，因为印了很多的钱之后，通胀开始上升，所以美联储今年也开始加息和缩表。所以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而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会整体下跌，如果有买楼的话，楼价也会下跌。就算很保守的债券投资，因为利息的上涨，债券价格下来也会是亏损很多。工作收入少，投资又输钱，祸不单行。但是对一小部分懂得投资的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投资的时刻。就像我们刚才戴维斯所说的，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做到那一小部分把握经济衰退，在投资市场赚大钱的人。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经济衰退是一个投资的好时间。因为就像今年很多的资产，无论是楼、债券或者股票，它们的价格都已经跌了很多。如果我们投资的话，其实是把同样的资金可以买更多的资产。当然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些资产价格有可能会更低，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耐心等待，不要太急着去捞底，把资金给套住，保留实力，到了最低的时候才有能力买入优质的资产。那许多的朋友犯的错误就是在熊市当中，因为不断的输钱，到最后是离场，再也不看投资了。这个其实他们是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投资的时间。关键是要把握好时间点，在股票市场相对低位的时候买入优质的资产。在这里我想带出两点，第一个是什么时候买要比买什么更重要， Whe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第二点是买什么和不买什么都一样重要。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买卖的时间点。我相信大家会知道，就算是一个好的股票，比如说 Nvidia， 如果你300多块买的话，到现在已经是亏损了2/3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时候买要比买什么更重要？那如果我们把经济衰退的时间拉开来分析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周期其实是上下有规律的在走，像一个 sine curve。 所以在经济最差的最低点来到之前，这个经济会不断的往下走，越来越差。而经过了这个经济的最差点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感觉那个时候经济还是非常的差，但是正在慢慢的变好。所以这个转折点就是经济最差的时候。在这个经济最差的转折点之前，这个时候企业盈利在倒退，但是很可能没有反映在股价里，而且下一个季度的业绩报告有可能比上一个季度更糟糕。而同时在经济衰退的早期，美联储和其他的央行可能还在加息和缩表，所以我们计算一个股票价值的用的折现率 discount rate 也正在不断的上升。这个时候股票的价值会因为盈利的倒退和折现率的上升双重打击之下跌得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股票。那除了股票之外，楼市也会下跌。当然楼市买卖不是那么方便容易，但是各位如果想买楼的话，在一个经济衰退最差点没有到来之前，大家可能还要忍一忍，等一等。因为在加息的年代，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两大因素会影响楼价不断的往下寻底。那就算有些朋友觉得哎呀保守一点，要不要买债券，其实当利息在增长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也会下来。我们虽然收了那一点点的利息，债券的价格下来是得不偿失。所以在这一段时间，虽然 cash is trash， 好像拿着现金是输给了通胀，但是相对其他的资产都在跌的时候，现金可能是一个避风塘。当这个经济过掉了最差的那个转折点的时候，记得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糟糕，金融市场也可能进入了熊山直插 free fall 的时候，企业甚至是有些国家会违约破产倒闭。在市场里面，大众普遍是悲观和绝望的，而这个时候刚才提到了政府也要出手去救市，政府会有一些鼓励经济、鼓励楼市的政策出台，央行也开始降息、量化宽松和鼓励银行去放贷。但是就算有这些利好的政策，因为整个市场还是普遍的悲观，这个时候资产价格还是非常的低，这个就是投资的最好时间点了。这也是为什么股神 Templeton 他说的牛市是在悲观当中诞生的，而最好的投资时间也是市场最悲观的时候。那这一次是不是跟以往不同？香港不再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而中国呢，是不是有机会会打台湾？而美国又会不会再一次的制裁中国呢？那真正是很多人觉得这一次不同啦，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消失啦，中国的面对种种困难啦。股神 Templeton 也讲过，投资里面最危险的4个字是这一次不同了 ，This time is different。无论是在牛市里面，这一次不同啦，互联网会改变世界啦，大数据、人工智能会改变世界啦，我们冲啊去买股票啦，或者在熊市里面大家都很悲观。我还记得在03年，很多人都告诉我香港没希望啦，买楼的人都负资产啦，以后楼市不会再涨啦。我就在03年把握了那次机会，就用了自己的50万开始在香港买楼，然后通过不断的投资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牛熊周期、经济周期，每一次都会有人觉得这一次不同了，而错失了应该要离场或者应该要投资的时间点了。现在整体的投资者对港股、中概股和中资股是非常的悲观，也有可能这里是最好的寻宝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应该投资什么呢？那现在我们还要耐心等待，等我们过掉了经济最低点的那个关键时刻，而过掉之后，大家如果保守一点的话，可以投资债券，因为在这个时候经济还是衰退，那企业有可能赚不到钱，还在亏损，而债券的话起码是保证能够收到利息。大家注意不要去投资那些信贷评级很低的企业债，因为这些企业有机会会违约。我们可以考虑比较安全的国家债，特别是那些比较大的国家，倒闭机会很少的，像美国。那我们现在还在升息，对不对？所以到了经济最差的那个时候，其实市场里面的国债债息也是蛮高的。而当美联储或者其他央行开始救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利息会往下走，当利息往下走的时候，债券的价格也会往上升，所以我们又收了利息，又赚了债券往上升的那个 capital gain 资产升值，可以说是财息兼收了。但是我个人是不会投资债券的，因为我的资金投资债券背后有一个机会成本。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的资金会寻找一些非常好的10倍股，它们的增长的幅度有可能是会更高。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经济衰退之后是买10倍股最好的时间点。因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股票市场也不好，基本上整个资本市场是不容许企业再靠发行股票或者 IPO 去募集资金，这样的话很少有企业可以靠募集资金来烧钱
打市场。像在2019年，G2就是靠在资本市场募集了资金来烧钱抢快递这个市场，搞到最后顺丰和四通一达其他的公司都没钱赚。而现在这个股票市场不好了之后，我们看到在快递市场也不打价格战了。其实许多的高科技新经济的公司都是早期靠在资本市场去募集资金来烧钱打市场的，所以一旦资本市场消失掉了，这些新的竞争也消失掉了，而剩下现有的市场里面的公司，他们也会尽量的减少竞争，来提高自己的毛利率，一起赚多点钱，一起过冬。这个对已经赚钱的大的企业来说是更加的有优势，他们能够巩固自己市场里面的地位，最后建立护城河，巩固自己，做到垄断，赚取暴利。而当他们赚到暴利的时候，无论是他们的 earnings per share 会上升，市场对他们也会追捧，他们的 PE 也会上升。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戴维斯双击， EPS 上升， PE 也上升，这个时候10倍股就很容易出现了。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企业的盈利增长了3倍， PE 又增长了3倍，其实加在一起就接近10倍了。Oh, I see. 所以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通过从市场的需求、科技的发展、生意的模式、行业的特性和公司本身的竞争能力着手，一定能找到一些高成长的优质的股票。而好消息就是在经济衰退、市场悲观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些股票的价格都不会是很高，在这个时候买入的话，这个分母很低，以后涨起来也会涨得很高。再加上当我们进入了牛市的时候，整体市场乐观了， PE 也会上升了，戴维斯双击发生的时候，10倍股就会出现。比如说在2000年科网股泡沫爆破之前，当时融资是很容易的，小弟也拿到几百万美金来香港创办电子商务。但是当科网股的泡沫爆破之后，我的企业就再也做不到融资，而这个时候阿里巴巴有资金生存下来，面对其他的竞争者的消失，最终成为了今天大家都认识的阿里巴巴。如果当时大家有买阿里巴巴的股票的话，起码在上一个牛市的巅峰的时候也赚了应该有好几倍。所以我们看到当年科网股爆破的时候， Amazon、 阿里巴巴、网易，甚至是后来上市的 Google， 他们都是少了竞争而把握了机会，成为了后来的10倍甚至100倍股。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也出现了像 Facebook、Netflix 甚至是腾讯这些企业，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那当然最后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股票不是乱买的，如果你不懂买股票的话，搞不清楚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投机的话，很有可能你是用错了方法，甚至是用赌博的心态和行为来买股票，这样的话一定会输钱。还是建议大家要投资先求知，快点学好怎么投资股票，然后做功课，在众多的股票里面找到10倍股，把握和享受这一次经济衰退带来的难得的机会。那看到这里的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一个赞吧。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因为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提升投资回报。也记得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咯。那我们下次再见。